持续关心伊朗这一次真的是豁出去了，他怒呛世界大战要正式开打了，并且他炸了以色列的炼油厂、科威特的海水淡化厂，中东全面陷入战火当中。今天开场的3个火线话题，我们等一下请来宾特别帮我们做解答。首先，伊朗他报复轰炸了以色列的海法炼油厂，并且扬言世界大战开打，这一场冲突会不会失控？接下来看到伊朗持续的攻击，包括了来自于科威特的海水厂，还有杜拜港的邮轮，这一些波斯湾国家看起来已经没有安全的地带了，中东周边国家还能坐视不管吗？最后，今天也会来关心川普，他宣称已经摧毁了伊朗99%的飞弹，但是现在问题来了，伊朗的地下飞弹墙竟然是可以快速修复的，多快呢？48小时内就可以修复，代表美国大规模轰炸根本无效吗？像是打地鼠一样，根本起不了作用嘛？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会一起来做关心。我们赶快来看到伊朗的这一次的反击，真的是一步比一步还要更强烈。最新消息是，他针对以色列北部的海法最大的炼油厂发动了这一起攻击，造成炼油厂大爆炸。那么，川普气炸了，他是告诉了《纽约时报》，他很快就会看到行动。如果谈判破裂，美国将会打击伊朗的最痛的地方。那么，确实，31号凌晨，美国跟以色列是立刻发动了空袭，空袭的是伊朗中部的伊斯法罕军事设施。我们先来看一段现场的最新画面。现场可以看到，这个红色的火球是照亮了夜空。那川普刚刚是也立刻转发了这一段影片哦，他似乎觉得这影片很值得炫耀，并且警告他有下一个目标，就是能源基础设施，还有伊朗的发电厂、油井跟主要出口的枢纽，也就是哈格岛了。然后我们接着看到的是，伊朗的国会议长是立刻反驳，他说指控美方将自身的欲望包装成新闻，如果他接下来伊朗遭到反击的话，伊朗会以数倍的力道来做反击，扬言另外一场世界大战已经正式的要开打了。再这样打下去，会不会变成世界大战？谢大使怎么看？我很肯定说不会，最多这个战争只会有区域性的这个战争的这个格局啊，因为要打世界大战的话，要几个重要能够打世界大战的国家之间要有矛盾。那现在看起来这个矛盾只有美国跟以色列跟伊朗的矛盾，然后呢还有跟海湾国家正在形成的矛盾，所以这都在这个区域里面。而且这里面的这个主要的这个战争的另一方啊，他的军力投射不出去了，投射不出去，你打什么大战？你伊朗好了，现在就是说美以对伊朗，伊朗是被他在他自己的土地被围着打，对，伊朗能够打出来就是那些导弹跟那个无人机，而且再多啊4000公里好了，对不对？你也没有办法打出你的区域啊，对，所以打不出这个区域的话，这个不可能变成世界大战。俄罗斯跟中国大陆并没有要插手啊，只是说不要用战争方式解决问题，你就停战谈和。要考虑到大家彼此的利益，有说美国你给我小心，或者你再打我就出手了，没有一个国家这样讲，也没有一个国家出来说伊朗你得罪美国就是我的敌人，我现在要出来修理你，最可能这样讲的，因为美国很多小兄弟都是签了条约的，歃血为盟的，对不对？有那个一起歃血的说我打仗，我出去被人家打架被打了，你就要来帮忙或者我要打架的时候，你就来一起帮手嘛，对，这些都没有动伊朗、欧盟全部没动，北约的成员无一个动。日本说你打完以后，我就会派扫雷艇。然后呢，韩国呢，你把萨德飞弹弄走以后，韩国这个朝野还在那边抗议呢，意思就不满，对不对？对，这本来是给我们用的，为什么拿去那边用？对，所以就变成就是说，这场战争只会有区域的格局，别的国家也只知道这个只有区域的国籍，然后就让这些国家自己去怎么样，自己去耗吧，尤其耗美国最好，把美国把它耗在里面，把它的精力、把它的这个财力、把它的这个声望全部给它耗在里面，那不是太好了？不要自己动手，有人动手，那何乐不为？
所以我觉得伊朗的这个议长讲这句话有点太高估这场战争的格局了。那基本上就是他跟美国跟以色列了。他这次比较成功的是海湾国家没有一起来修理他。这是他们自己的这个外交手腕跟战略手腕还算灵活造成的。是，所以现在就是一大一小打伊朗。是，伊朗跟着一大一小打，就是这个格局扩不开了。是。好，所以我们看到伊朗的主要目标很明显就是美国跟以色列。不过呢，确实他现在也打到其他的海湾国家。那现在直指的就是中东他们最敏感的一个命脉，也就是科威特的海水淡化厂。因为海水淡化厂对他们来说真的是非常的重要哦，掌握了生命命脉。卡达是立刻出来谴责，就说呢伊朗违反了国际法。我们也来看到说，为什么这个海水淡化厂这么的重要？原因就是因为卡达它的海水依赖度高达了99%，其他像是巴林、科威特海水的依赖度高达90%，沙烏地阿拉伯、以色列也有大概70%以上。另外就是伊朗还攻击了杜拜港的油轮，甚至动员胡塞组织打红海的航线。当然了，全球经济因此陷入在动荡当中。现在伊朗是在对全世界施压吗？上这个怎么看？这场中东战争，我们盘点到现在，伊朗在整个让大家跌破眼镜的一个非常关键的2大战略。第一个部分就是他竟然打邻国，我想战争都是大家敌对打，他打邻国，他邻国，而且这些都是穆斯林国家自己的兄弟之邦，打什么呢？先打美军基地。之后打他们的一些炼油的跟美元挂钩、帮美国赚钱的这个设施，其次现在还在打的就是可能藏匿美军的一些大楼跟饭店，所以这些东西其实真的打了很多，包括特别是现在有特别透过这种无人机以及这种火箭弹在打的时候，其实打的破坏的区域越来越大。但是听起来都师出有名哦，感觉起来在很多人可能还蛮支持的。第二个部分，它的跌破眼镜的战略就是荷姆兹海峡的控制。虽然过去都有推理，但没有想到他这么做，而且这竟然是美国完全没有准备的关键战略。所以刚刚思敏提到的极限施压，它其实就体现在这2个。那中东地区当然情势本来就很复杂，旁边很多穆斯林的国家，当然美元跟石油能源的这个长久以来作为全球产业金融资本的这个挂钩，就深深的刻在这个区域当中。但不得不说，他现在打这些邻国没有错，沙特、阿联酋、其他大家都越来越火大，最近也都放话，都在准备一些军事的动员。然后你不要忘记哦，包括伊朗还有谁呢？真主党啊、胡塞组织，尤其青年军。所以这个地方的这个复杂程度，敌友之间，以及说它是这种国家，倒不如说是各方面穆斯林自己本身派系的冲突。但是我们不得不说啦，任何的极限施压能够到什么极限？我认为不会无限上纲，包括造电视炸弹。为什么？因为我们看最重要的3大国，美国、中国、俄罗斯，包括在能源方面、石油方面，其实受到的影响相对比较低。而且这里头没有因此有缺能源的阵营或有能源的阵营，大家互相倾压。如果有这样子的话，可能真的是会扩大危险。不过我们还是要注意一下，所有的战争都是杀红眼，因为就这种冲突理论，它是从低强度慢慢一直到高强度。所以刚刚提到这种淡水厂，就是说打来打去，可能打到最后开始没得打了，就开始往民生基层的方面打。我觉得这是会让所有周边环境惴惴不安的。而且现在大家包括旁边不是有一个容忍的边界，你还是打跟美国有关。但是，一旦杀红眼，你打到像刚刚提到的阿曼或各方面的淡水厂，影响到民生的时候，我认为所有的忍耐、承受穆斯林的兄弟的戒律都会有个边界。但我认为伊朗现在还是在放话了，主要是看美国，如果你继续打我的话，我可能会往下打。但美国好像开始准备要打他的民生设施了。对，好，所以美国现在准备要动手，我们持续看到那伊朗呢，他就说没关系，我现在还有我的王牌。那他的王牌是什么呢？会不会是地下飞弹城？因为现在看起来，伊朗的地下飞弹城好像美国都没有办法给它完全的歼灭掉。我们来现在看到最新消息，川普说的，他说已经摧毁伊朗99%的飞弹，但重点来了，为什么现在到这几天都还可以看到伊朗的飞弹不断的发射？那现在根据路透社最新的报道说，美国跟以色列大规模轰炸之下，确实摧毁了伊朗1/3的飞弹无人机，但是呢，问题是还有1/3啊，他们都是被埋在地底下的。最关键的是，伊朗还有地下飞弹城 ，CNN 说呢，总共是27座，而且呢，空袭
摧毁了70%的它的隧道入口。重点来了，48小时，伊朗可以快速的把这个摧毁的隧道入口又快速的修复，就像打地鼠一样，永远打不完。怎么这样子？怎么样继续运行呢？干哥怎么看？对啊，你会觉得说，原来伊朗的准备这么丰富啊！我告诉各位哈，我以前当兵的时候哈，就是我们曾经服役的时候，我们台湾的这个青年都要服役。我就是在哪里？我就是在马祖服役的。我们在那个地下坑道，你要知道那个地下坑道东南下梁啊，但是9拐18弯啊。你从这边打，我从那边出去啊。对地下坑道最有效的叫做火焰发射器。如果美军能够跑到伊斯法罕或是纳坦兹的那个飞弹层底下去放火焰发射器的话，那才会有用。那瞬时间会吸干90%的氧气。但是伊朗的准备绝对不是你。川普，你为什么会讲这个话？为什么你敢讲99%的飞弹已经被我们美军摧毁了？对，哪一个幕僚告诉你这种话的？我相信，以我刚刚我所讲述的那个当兵的经历，你就晓得说，那个地下的网络通道是四通八达的。那伊朗不会不晓得说，我们这么重要的飞弹库存是不可能放在同一个地方的。所以那就像打地鼠一样，这个形容非常贴切。然后 I'm here， 你头伸出来了，我就打你，对不对？然后你又跑另外一边说 I'm here， 你头又跑出来，我又打你，对不对？所以打地鼠是一个很有趣的游戏，就显示在这一次的战争里面，你会发现说，伊朗很厉害耶，因为它27个飞弹发射场被你摧毁了，然后还有4个主要基地，这4个主要基地分别叫做霍吉尔、巴钦。哈基米耶跟沙赫鲁德这4个主要的飞弹推进剂的生产工厂，其实这个是最重要的。飞弹的燃料以及推进剂的生产工厂，远比发射场来的重要的多。但这4个发进剂的那个推进剂的那个生产工厂被美军摧毁了，但是伊朗还是能够有能力反击，你就要去想了，那他的实力是分散的多么开，让你根本没有办法。一次，你代表什么？代表你在伊朗境内的 CIA 特工的资讯不完备，你才会发现说，原来你的估算，你的将军们告诉你的不是实际的状况，所以大家就晓得说，其实伊朗有没有地下飞弹层，绝对有，而且我相信还有更多地方是你美军的情报部门没有发现的。如果你今天要在对伊朗现在只是对于它的发射能力有稍微下降而已，但不代表你已经摧毁它90%的飞弹库存。这2件事情的定义完全不同，不能这样子解释的。好，谢谢干哥。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